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呀！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高人气韩剧《犯罪拼图》第6章，也就是大结局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财阀姐为了保证人教教主朴贤熙的安全，决定绑架小金给韩教授压力。回到本章，打手和韩教授打得不可开交，监狱长这时又因为妻子站在了韩教授这边，救了韩教授一命。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了。之后他告诉打手，最好不要再找事了，因为财阀姐利用完他后肯定会杀死他。另一边，刘希醒了过来，却只看到了已经死亡的秀珍。他意识到刘红秀是想陷害自己，他给检察长打去电话，希望能够得到帮助。很快，小组众人就赶到了现场。警察告诉陈哥，现场发现了刀上有刘希的指纹，他的嫌疑很大。而检察长应约来找刘希，刘希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，之后提出想要和韩教授见一面。而组长正在审问刘红秀，刘红秀一通狡辩，将女人死亡的罪责全部转移到了刘希头上。组长则并不相信他。陈哥在搜查刘希家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张有着账户的纸条。监狱长将李胜秀召到会议室，他知道是韩教授依托李胜秀绑架了他的妻子，而此时的妻子虽然安然无恙，但是却被李胜秀的手下监管着。秀斌将调查结果告诉给组长，组长听此觉得刘红秀说的是真话，准备将这个案子转移到其他组。陈哥回想起韩教授对他说的话，对组长和秀斌产生了怀疑，这件事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监狱长将刘希成为犯罪嫌疑人的事情告诉了韩教授，韩教授自然知道是谁在背后搞鬼。陈哥找到了小区的物业，从监控他看到了混混头子，物业告诉他这个人花了50万借用天台，所以他一直没说。之后陈哥一路来到天台，果然再次发现了些线索。原来那天混混头子奉命杀死女人，打晕刘希后，为了避免暴露，所以选择了从天台处逃跑。秀斌得知了一向脑子不灵光的陈哥竟然调查到了这一步，为了不让他继续调查下去，他牺牲色相，主动邀请陈哥吃饭。陈哥不知道是真的动了心，还是将计就计答应了下来。另一边的组长竟然来见了财阀姐，原来他就是财阀姐的手下，一直在为财阀姐擦屁股，而这一次的事情也不例外。其实韩教授早就怀疑他了。陈哥在调查时也发现了组长的种种疑点。到现在，韩教授约组长见面，组长见此也不装了，警告韩教授，如果敢对朴贤熙下手的话，那么刘希很有可能就会死。韩教授还想劝组长洗心革面，没想到组长告诉他，他一家人的性命都在人教的手中，他也没有办法。韩教授听此彻底对组长失望了。刘希带着一心基金会的贪污证据找到了叔叔刘红秀，威胁之意不言而喻。他正准备离开时，却看到了人教的人在搬运着什么尸体。韩教授在床上盘算着现在的状况，他前后在朴贤熙的牢房外插上了5个楔子，如果下雨的话，朴贤熙牢房坍塌的概率高达50%，而刘贤熙不被人教杀死的可能也是50%。事态紧急，必须要加快行动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组长接到了电话，原来昨晚上秀斌将陈哥约了出去后，陈哥不出意料的领了盒饭，一个小组5个人，2个人都是人教的走狗。秀斌杀完陈哥后，建议财阀姐将陈哥的尸体暴露出来，以此来警告检察官。很快，财阀姐从刘红秀的嘴里得知了刘希有着一心基金会的证据，她越来越看不惯检察官和刘希了，决定对他们下手。此时的检察官和刘希正在他的家中。刘希提起昨天晚上人教搬运尸体的事情，想让检察官动用权力搜查，但是检察官知道很多人都被人教拉拢了，击垮一心基金会基本是天方夜谭。说曹操到，财阀姐给检察官打了电话，她提用手上能证明韩教授无罪的证据，换取记在一心基金会罪证的文件。刘希答应下来，同时提出他会成为人教的圣女，但条件是要洗清他的罪证，并且他还要见朴贤熙。财阀姐答应下来。挂那电话后，刘希才明白过来，原来韩教授之所以去到监狱，就是为了刺杀教主朴贤熙。检察官不建议刘希这么交换，他们好不容易才拿到人教的罪证。刘希认为没有办法了，他来充当诱饵。在他吸引财阀姐目光的时候，检察官来搜查一心基金会，组长调查起陈哥死亡的案子，发现陈哥是因为调查刘希一事而死的。他气愤地找上美珍对峙，没想到美珍根本不为所动，因为组长的一家人性命都在人教的举手投足之间。美珍告诉他，这件事是教主的女儿秀斌亲自动手做的。韩教授来到小金的办公室，他回想起小金死前说的话，让他千万别忘记了一切事情的开始。他明白了小金的暗示，翻起了小金的椅子，结果在里面发现了一把枪。组长深夜买醉，
5人小组如今只剩下他自己，他实在对不起陈哥，明知道谁是凶手，但他根本没有能力为陈哥报仇。他打电话将陈哥死亡一事告诉了韩教授，责怪韩教授都是因为他让陈哥调查的太多，导致他的死亡。韩教授失魂落魄地挂断电话。不过越到这个时候，他的计划越不能终止。已经死去了太多的人，他必须尽快杀死朴贤熙。他找来李胜秀，准备今晚就动手。小胖不赞成韩教授的做法，他们还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不过事到如今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之后他故意闹事，将兢兢业业的狱警打伤，换了一个玩忽职守的狱警。韩教授得到消息后，知道这是他最好的出手机会了。时间来到晚上，韩教授开始行动，他一路狂奔，来到了朴贤熙所在的第4监狱楼。没想到这一幕被值班的狱警看到了，他通报给了玩忽职守的狱警。而韩教授一路来到了朴贤熙监狱的墙外，他正准备砸墙时，结果狱警来到了这里。趁着狱警看着墙上的裂缝发呆时，韩教授直接打伤他，赶紧逃跑。狱警缓过来后吹响警哨，朴贤熙和来看望他的财阀姐也听到了。监狱长趁机以此调查为由离开了这里。他一路来到了朴贤熙监狱的墙外，瞬间知道是韩教授做的。他吩咐狱警们不惜一切代价抓住韩教授。韩教授东躲西藏，百般无奈的他给检察官打去电话，像交代遗言一样，让他保护好刘希。第二天一早，大家也没找到韩教授到底在哪。监狱长请李胜秀去会议室喝茶，因为自己老婆平安归来了，他拿出手机和第4监狱楼的身份卡交给李胜秀，称自己会暂时离开一段时间。言外之意很明显，他们有10分钟的动手时间。他立马联络上韩教授，准备继续行动。刘希来和财阀姐见面，地检长则因为检察官调查一心检察会而当头肝火，和财阀姐同流合污的他自然不同意批准这件事。检察官却抓到了地检长出轨的证据，他必须要调查此事。监狱中，李胜秀将身份卡交给韩教授，而此时财阀姐也带着刘希来见朴贤熙。朴贤熙见到刘希后，瞬间变得变态起来。他早在刘希还小的时候就缠上了他的身子，现在他想让刘希成为他的新娘。刘希知道这老头变态，没想到竟然变态到这一地步，直截了当的指出朴贤熙就是个发情的龌龊老头。财阀也听不下去，给了他一巴掌。没想到老头对刘希爱的深沉，反手给了财阀姐一巴掌，财阀姐只好低头认错。另一边，小胖为了帮助韩教授，故意制造混乱，吸引狱警。等狱警打开门后，将其打晕，取走他的钥匙，之后借此放出了所有的囚犯，整个监狱顺便乱作一团。韩教授也成功混进第4监狱楼，而刘希也没闲着，故意套财阀姐的话，其实他早就录了音。这时监狱警报响起，财阀姐给监狱长打去电话，询问怎么回事。监狱长安慰他，只是出了点小小的意外。说完挂断电话。检察官带着一众警察来到了刘洪秀经营的酒业楼下进行搜查，刘洪秀就这么被逮捕了起来。抓完了刘洪秀，检察官马不停蹄又来到了一心基金会老巢，直接将搜查令扔到了负责人的脸上。之后果然在这里发现了无数的尸体。韩教授一路过关斩将，但还是逃不开和混混头子的一战。只可惜混混头子在韩教授手里还没过2招就倒下了。之后韩教授大喊朴贤熙的名字，打手出来看热闹。财阀姐闻声赶来，见到韩教授后，他随手抄起打手手中的小刀，拿刘希做人质。打手见有图可立，伙同其他人对付韩教授。韩教授超常发挥，一个打7、8个不落下风。之后更是趁打手不注意，掏枪指向了朴贤熙。不过打手也将匕首架到了他的脖子上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刘希高举自己的手机，他已经将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录了下来，而且刘洪秀和一心基金会应该已经被抄了。财阀姐本来还不相信，等他打电话给地检长后，才发现事情不对。打手见财阀姐的基金会都被抄了，油水肯定捞不到了，直接放下了手中的刀。韩教授没了束缚，正准备开枪时，朴贤熙竟然当场跪了下来，称自己只是受财阀姐指使才当上了这个教主，人教所有的事情都是财阀姐做的，和他没关系，希望韩教授放他一命。正当韩教授让朴贤熙道歉的时候，组长赶到，一枪打死了朴贤熙。这场闹剧终于暂时结束了，人教也因此销声匿迹，组长杀人被隐瞒下来，他仍旧是那个组长，只是少了很多重要的东西。往日如过眼云烟重现他的眼前，痛苦的他最后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让他唯一遗憾的就是临死前没再和韩教授喝一杯。3个月后，刘希将财阀姐告上了法庭。检察官在最后审判环节时提出判处刘洪秀无期徒刑，财阀姐死刑以作为惩罚。财阀姐依旧是疯疯癫癫的模样，
怒斥到一些凡人竟敢审判他，他已经被救赎了。最后，法官判决了刘洪秀25年有期徒刑，而财阀姐则是无期徒刑。罪有应得的财阀姐笑着笑着就哭了出来，她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作为朴元熙女儿的秀彬，仍旧像是没事人一样，父亲死了对她来说影响不大。她告诉不知道她身份的刘熙，她要离开警局，回去继承父业。刘熙则祝福她前程似锦。离开了刘熙后，她来见任教的手下。财阀姐和父亲死了，任教的信众却仍然还在，而他即将成为下一个神。而韩教授对此一无所知。本剧完，我们下部剧再见。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，请点赞和关注吧，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。